大家好，咱们这一期呢聊一聊最近特别火的一个天外来客3i 阿特拉斯。因为现在的天文学科学机构呢认为它体积巨大、轨道异常，已经超出了人们计算或者说认知的这个范围了，甚至怀疑它是一个外星飞船，所以这个热度跟神秘性一下就拉满了。那它到底是不是呢？咱们这期试图用中国古代的这些方法来去验证一下现代科学给出的这些说法，看一下它到底是个什么来头。实话实说，在整个当代的这个星占学系统里对彗星基本是没有研究的，研究的都是9大行星跟这个恒星。所以我呢也是费尽周折翻阅了很多古籍、图书馆以及中国知网上近现代关于彗星的一些论文研究，然后呢再综合用人工智能。因为人工智能大家都知道，你让它编个小说或者写个什么工作的上的总结，是挺好的，但是真应用到科学研究上，它并不是那么严谨，很多都是它的一种想象的判断。首先，它的名字3i阿特拉斯，这个呢是一个叫国际天文学联合会的学术组织对它进行的命名。3i 呢表示第3颗来自于太阳系外的未知的一个小行星或者彗星。前2个呢，一个是1i 奥莫莫，2i 鲍里索夫。第1颗呢是夏威夷的一个天文台发现的，它就用夏威夷本地的语言来命名这颗小行星。奥莫莫的意思呢就是第1个来自于远方的信使。2i 鲍里索夫这颗呢是来自于克里米亚的一个天文爱好者，他的名字叫鲍里索夫。这第3颗呢是被国际小行星防御系统发现的，这个防御系统的组织的名称呢叫阿特拉斯。刚才说的这个天文学联合会呢，就专门观测和捕捉这些从太阳系外飞过来的未知的天体。这个组织的一个好处就是说，它能有权调用这些国际上知名的所有的这些望远镜资源，比如说大家熟悉的哈雷望远镜、詹姆斯韦伯望远镜，以及中国的仰望1号，还有郭守敬望远镜等。当有一个特殊事件发生，比如说这次3i阿特拉斯，它就可以集合世界上这些资源来共同观测这颗小行星。那其实这些科学的数据或者说推论，你一搜一大把咱们这儿就不多说了。咱们主要是想以中国的这些古籍记录，用古法来推测一下。根据我这一段时间的研究之后呢，我给它总结了8个字，就是少见多怪，自娱自乐。咱们不吹不黑你看看它到底是不是这样。首先，这种从太阳系飞过来，不管它是彗星还是小行星，反正就是这种未知的天体，他们至今为止就发现了3颗。在中国最早的记载彗星的记录呢，是公元前613年春秋战国时期。春秋左传里记载，秋7月有星背入于北斗。而这个记录呢，正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对哈雷彗星的记载。从公元前613年到1910年，也就是从春秋战国时期一直到清宣统2年，哈雷彗星总共回归了31次。这些都在中国的史书以及各种星占学术著作中有详细完整的记载，这个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你要知道，哈雷发现这颗彗星的时候已经来到了1705年。当然了，哈雷是通过这个牛顿力学的一些计算记录，并且预测了它的轨道和未来回归的周期。中国呢，并没有说针对这么一颗彗星去研究它的一个运行周期。但是你要知道，中国从先秦时期，也就是说有这个封建政权开始，就有这种专门观测天象的政府部门存在，不管是钦天监还是司天监，这些掌管星星的官员每天要面对这个汪洋大海一样的闪烁的星空，这工作量是极大的，每天要观测各种各样的不同的星星。但还是那句话，中国的历史长而且是唯一不断代的文明。这个积累下来是一个庞大的，用现代来讲就是一个超级宝贵的大数据库。插一句那些周易八卦都是后来才慢慢诞生的，真正在3皇5帝的时候，人们运用的最初的这个带引号的科学就是占星。那西方呢，并不承认咱们公元前613年就发现了这个哈雷彗星。所以学术界更严谨、更权威的一个说法是，中国是公元前240年秦始皇7年第一次记载了发现了哈雷彗星。这个原文呢是《史记》的《秦始皇本纪》里记载，
7年，彗星先出东方，见北方；5月见西方，不得了啦！这三海阿特拉斯这个体积太庞大了，把奥莫莫加上鲍里索夫加起来的1000倍都不止，肯定是一个巨大的航空母舰。那我们看中国的史书古籍里怎么说的啊？《晋书·天文志》里就明确的记载了：偏指曰彗，芒气四出曰备。古人呢，把这种光芒四射、体积看上去非常庞大的彗星叫备星。因为三爱阿特拉斯在观测最初的时候呢，发现它是一个由尘埃和巨大的气体云团包裹的这么一个形态，使它看起来呢比实际的要大很多。中国各种古籍呢也记载了彗星的这个尾巴，也就是彗尾，一定是背向太阳。比如说人往前跑，被太阳风吹着，它上面的一些尘埃跟粒子就向后飘。在他们看来呢，又不得了了，因为这个彗星在闯入太阳系向太阳移动的时候，突然减速了，说这个彗尾呢又掉头了。其实发展到汉代呢，中国就已经把这个彗星总结分类成了3种状态。刚才说这个背星呢，就是一种无尾或者反尾的状态。除此之外呢，还有长星，就是气态尾；彗星呢是尘埃尾。包括这个彗星尾巴的一种什么形态、颜色变化，因为他们发布这个新闻数据，为什么叫自娱自乐呢？每天观测，可能过几天就不一样了。今天是红色，明天就是什么蓝绿色了。这个在中国古籍里是一个基本的记载。简单说就是赤橙黄绿青蓝紫，什么色都有。我总结了一些，大家可以参考。《晋书·天文志》里就有记载：彗体无光，复日而为光，故西见而东止，晨见而西止。在日南北，皆随日光而止。首先就是说，彗星本身不发光，它是要靠这个太阳反射来发光。其次呢，这个彗尾永远背向太阳，在日南北皆随光而止，就是说这彗星这个尾巴的可见性，或者说它本身的这个可见性是跟太阳有直接关联的。这个就直接解释了下一个三爱阿特拉斯的最大疑点，就是说，它这运行轨道跟这个黄道平齐，经过了几个行星之后，特意躲到了太阳后面，不让你地球人看，那是这么回事吗？中国记载这个彗星在太阳背面的次数多了去了。就刚才说这个背星，历史里记载它就是在这个近日脸附近发现的，就导致它这个尾巴被太阳光这个强光让你看不见了而已。这个有一大段的详细的记载，咱们后面说。因为这个1705年哈雷彗星的发现以及它后面周期的推测是通过牛顿力学的数学公式计算得出来的，他们呢就抓住这一点，说中国观测的这些都是太阳系内的带有周期性回归的彗星，说你这么多数据没有这个从太阳系外飞过来的。因为他们研究这个三海阿特拉斯呢，是一颗诞生于70亿或80亿年前的一颗巨古老的未知天体，因为它的移动速度极快，说只有那会儿爆发出来的这些星体才能达到这么快的移动速度。关键是根据科学的计算，它的轨道就是这么一回冲出太阳系就走了。那事实是什么样呢？我们管这种星星呢，还真的专门有一个词儿叫客星。客星顾名思义就是来做客的，它是来而不期，去而不留。最早的记载呢，还是《汉书·天文志》。客星者，非常之星，其见也无期，其居也无常。明代的《观象玩占》里也说，客星非常之星，其出也无恒时，其居也无定所，忽见忽没，忽行忽止，不可推算，欲于星辰之间如客，故谓之客星。根据现代的科学解释呢，这个客星跟彗星它们是有交集的，有一部分彗星有可能是客星。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超新星爆炸的现象，被古人观测到了。而且中国最重磅的一本星占史籍，唐代的《开元占经》里就把这个客星已经分成了5种：周伯星、国皇星、老子星、王朋旭星、温星。它们都有不同的颜色跟形态。《宋会要》里还记载过至和元年5月乙丑，客星出天关东南，昼见如太白，也就是金星，芒角四出，色赤白。这个就是著名的天关客星。现代科学发现呢，这个就是蟹状星云的前身。不行，你这个无图无真相，我们那上亿美刀的詹姆斯韦伯望远镜天天都能拍到它这个具体的画面，你这有吗？您说着了，这还真有。
就在公元前200年，马王堆出土的这个天文气象杂占，这个是一段1.5米乘1.2米的一个帛书，不光有文字记载，还完整的描绘了28颗彗星的模样，还真是有图有真相。关于这个天文气象杂占，大家看到了，已经是残缺不堪了。我是做了好几天的研究，查了中国知网上近现代一共才有7篇论文跟这个有关，从1978年到现在出过3版官方的这个图像跟占文原文的对注，从最开始发现的是31颗，但实际上有2个呢不是这个彗星，其中有一幅呢是过于残缺，没有办法恢复的。所以最终我确定是28颗，因为官方出的图都是把这个图像跟原文对照在一起了，但是这个占文的解释呢又是独立的，所以我花了3天的时间把图像跟占文原文以及注解全都对照好，总结出来了。大家有兴趣可以关注硕日谈同名的公众号，直接在后台回复彗星古籍研究这几个字，包括天文气象杂占帛书的这个原图的照片，以及上述我说的这些图片跟占文的注解，都会以照片的形式无偿的发给你。那从这个图像上看啊，这28颗彗星的彗尾是各种各样，千奇百怪。尤其我注意到这颗叫宅星的彗星，它是一个螺旋状的彗尾，这个不比3亚阿特拉斯牛逼得多。这种情况要是出现在天上，我估计哈佛大学这帮科学家得彻夜难眠了又。说了这么多，中国古人这么厉害，那在古籍记载里有没有跟3亚阿特拉斯非常相像的呢？首先呢，我们先看一下3亚阿特拉斯它的运行轨迹。我们打开软件，找到3亚阿特拉斯，然后把时间呢调回到10月中，然后这会儿呢，我们看到其实它已经躲到太阳后面了，然后时间继续往前推移，这会儿呢11月中的时候，理论上我们是又会见到它的出现了。11月中呢，它将进入太微垣，这个太微垣非常重要啊。古人呢把天上的恒星分为3元4象28星宿，其中这个3元呢是最核心的，也是最重要的，紫微垣、太微垣和天市垣。那紫微垣呢就代表皇宫天子，可以想象成故宫的那个模样；太微垣呢就象征着朝廷和政府机构；天市垣呢就代表交通、市场、买卖、教育、娱乐什么的，跟老百姓更相关的这些部分。我们看到11月17号前后，它离这个太微垣的太微左辕2，也就是东上向，非常的近。然后11月25号左右，它更加接近了这个太微左辕1，也叫左执法。左执法象征法官，主管刑律和检举。继续往前，12月4号，它将经过太微右辕1，也叫右执法。这个右执法呢，是御史大夫，象征监察官，主管弹劾。那整个12月呢，它将经过灵台和长垣行宫，并最终来到轩辕行宫，在12月27号接近轩辕17。这个轩辕行宫呢，在古代呢是跟天子御驾亲征，或者说跟天子的一些行程有关。《隋书天文志》里记载呢，会出轩辕，主有便于天子及近臣。若偏及轩辕末端呢，比如说轩辕17这颗星附近呢，往往跟臣下动、朝臣更替有关。《后汉书》里呢有这么一段记载，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这里边提到的左掖门跟右掖门，就是刚才提到这个左执法跟右执法之间的这一部分星空的区域。犯四辅，这个四辅星呢，就是刚才提到的太微左辕2，也叫东上向。之后呢，它就慢慢淡出我们的视野了，并且在明年3月呢，彻底飞出太阳系，不再返回。接下来呢，是我对照3亚阿特拉斯的整个运行轨迹，在古籍里找到的一条最接近的记录了。《史记天官书》里呢，记载了公元前12年的一次彗星。这个彗星的轨迹呢，跟3亚阿特拉斯可以说是有一半是重合的。尤其这句后日6度有余非常重要，这个表示它跟3亚阿特拉斯一样，也是躲到了这个太阳的后面，而且古人这个度数都计算出来了，是跟太阳形成一个6度的夹角。
从太阳后面出来之后呢，运行到了轩辕星宫跟太微垣。但是三亚阿特拉斯的轨迹呢，并不包括东景、五诸侯以及后面他说这个光芒射入紫微宫。三亚阿特拉斯呢，跟紫微垣还差得比较远。古人认为这个天象呢，预示宫廷内乱。后来呢，被验用为彗星来的这一年，汉成帝时期，赵飞燕姐妹呢侵害皇子，外戚王室专权。所谓会犯太微也好，还是克犯太微也好，它在古代有什么寓意呢？首先呢，它是提示天子要自省修德。这个呢，在《贞观政要》里记载了一个战国时期的小故事，就是说当时的齐国的齐景公问这个晏子。晏子大家都知道，都学过这个晏子使楚，是当时这个非常著名的国师。齐景公呢那天就看见彗星了，古代认为呢彗星基本都是凶灾之象，这个齐景公呢就害怕了，就问这个晏子是怎么回事儿。晏子说呢，就是因为你老干这种刑罚过重、劳民伤财的事儿，导致的。齐景公知道以后呢，就开始做一些对老百姓好的事情，苛捐减税啊，减少自己过于奢华的消费啊，就修正自己的这个品德。后16日而星没，就是说他这么干之后16天，这个彗星就消失了。反观现在呢，我觉得这个跟一直在进行的反腐打虎工作密不可分。接下来的半年甚至明年，这个力度会达到最高的一个级别，甚至是天子内阁的这种进程，有的可能引咎辞职。我们都看到了，弯弯的回归是势在必得了。所谓攘外必先安内，我们内部的这种去腐更新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那包括呢，明年还可能出现这种极端的干旱天气。说了这么多，中国星占这个古籍就这么厉害吗？它有没有什么弊端，或者说在现代生活下看有一些疑点呢？首先呢，就是古人这个视力让我非常的钦佩和怀疑。天上的星星我们能看到的，它有一个视星等值，数值越小呢，表示越能看见。比如说太阳是-26，月亮是-12，三亚阿特拉斯这种彗星呢，它都达到正12这个级别了，正常人是根本不可能看见。就是你望远镜还得是设备特别好点的望远镜。在中国古代呢，这个望远镜是明清之后传进来的舶来品。关键是这个星体的方向位置，你可以做这些仪器来测量推算。但是它这个颜色形态你只能靠眼睛来看呀，所以我觉得首先古人的视力确实要比今天好，空气质量绝对没有今天污染成这样。除了这个，我觉得古人肯定还有一种通过内证内观，就像那本《内政观察笔记》里写的一样，通过科学以外的另一种方式，或者说很深度的感官体验的方式来接近获得这个真相。否则我还是想不明白，这光通过视力去看，这得多好的这个眼力，而且每天可能得好多人一块看吧。其次呢，就是星占之术啊，在古代是完全被封建政权所垄断的。所以你看，他把天上的星象分为3元4象28星宿，这3元全都是跟天子政府部门相关的，就非常形象的。你在故宫里有什么殿，皇宫是什么样，他就直接把这个照搬放到了这个天上。所以这个呢是一个狭隘之处，就导致所有的观测，不管是恒星还是彗星，它解释这个星象的意义，今年出不出兵啊，有没有大臣策反啊，内宫会不会乱啊，就全是这么点事儿。最多了有一些旱涝、自然灾害的记录。所以经过千年的这个流传，我觉得不免有抄袭或者腐朽的因素在里边。所以综合来看，在解释三亚阿特拉斯不能完全按照古代星占的这个解释去看，因为它全是兵荒马乱的事儿。总结一下呢，三亚阿特拉斯呢只是一颗彗星或者说克星，只能说现在科学界呢还知之甚少。其实对于彗星的定义也是非常的形象，言简意赅。彗呢就是扫帚，就是要扫除清除，它就是不新除旧，天下变革，天下易主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你在清理废物垃圾的时候呢，必然会带来一些动荡跟变革。当然也有例外啊，并不是说彗星的记载就都是不好的，都是凶险的。比如说天文气象杂占对于这颗彗星的注解就是内兵年大熟，就是说这一年的粮食会丰收。那我觉得在现代的这个天下时局来看呢，这种天下易主可不只是中原或者说中国这一部分，是整个世界的天下易主了。因为10月底啊，这个三亚阿特拉斯就飞到太阳后面去了。然后有些人呢，就根据地球这些星际探测器来这么想象推理啊。10月29号那天呢，因为是近日点，就会释放一些小的探测器到地球上来看。
一直到11月中，它就会彻底飞出这个太阳光芒遮蔽的范围。我们此时呢，又可以在天空中看到它了。当然了，这还是要说，这还是需要特别专业的望远镜设备才能看到，而且看到也就是一个小点儿。所以我觉得呢，最好是12月19号，它离地球最近的时候，有条件的朋友来看一下它这个彗尾到底是一个什么方向、什么颜色，然后它整体的形态是一个什么样。这个时候再通过中国古籍的这些记载来判断，就更加的准确了。那关于3I 阿特拉斯绝对不是什么外星飞船，这个我还有更多的理由，咱们改期再做视频专门讲。